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假如奥特曼失业了会怎么样？毕竟都打了50多年的怪兽了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，说奥特之母如果失业了，就会去当模特；奥特之父呢也不会闲着，直接开公司当霸道总裁。赛文和赛罗两父子呢则会当上厨师。城里新东风，最了不得的当属奥特六兄弟，参加综艺节目搞一个奔跑吧奥特曼，进入娱乐圈直接就是顶流。今天路子也就搞到了几个奥特曼职业大盲盒，在这里面呢会拆出一些小物件，据说都是奥特曼之前用过的。如果你能全部认出来，那绝对就是奥特曼的铁粉，给你点个赞。先来猜第一个，哇，拳击手套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你们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个奥特曼的吗？有人会说是雷欧，他是格斗教练，这个估计是属于他的。No， 你们再想想，曾经有个奥特曼为了打拳击，天天节食，把电话都当成了烤鸡。大家伙猜出来了吧？他就是泰罗奥特曼。嘿嘿嘿嘿嘿，有没有小朋友学过拳击的？给我举个爪。这个又是什么呢？哟。哇，金色的口风琴。像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啊，根本吹不出来什么优美的音乐。看到这个口风琴，大家应该一下子就猜出来这个是属于哪个奥特曼的吧？浪人红凯。红凯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吃货，音乐素养也非常的了得。夕阳下的浪人，有多少人是因为他的这个背影而爱上了他？前两个呢都比较简单，我想大家肯定能猜出来。后面这3个那可就难度增加了。看这个，喂，一个球，哦，还有一个棒球棒。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吗？哎呦，喜欢玩棒球的是哪个奥特曼？我起码能说出来2个，其中一个就是臭火海，罗布两兄弟，罗索奥特曼的人间体。另外还有一个，这个呢就需要大家猜一下了。曾经为了保护地球，甘愿牺牲自己，进入了异空间。想起来没？想起来没？我提醒的已经够多了。嘿，哇，居然有一辆赛车，这个不是47兄弟吗？难道奥特曼里面还有赛车手吗？这个是谁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我们的开挂小王子杰克奥特曼的人间体香秀树，曾经还是一个优秀的赛车手，不仅会开赛车，还会修会改造，但是因为出了一场事故，才放弃了赛车手的身份。哎，好可惜啊！最后一个了，哟，赛罗的头标。有网友开玩笑说，赛罗失业之后直接可以去米其林当厨师，他的刀工绝对是一流的，用头标当菜刀，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。不过说起当厨师，怎么能忘了艾